大家好，欢迎来到 Loki 的密室，我是 Loki。关注我，带你看清黑暗中的双手，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一个小女孩被人绑架，6年后，傲慢的凶手给母亲寄来恐怖的信件，信中详细描述怎样杀害并且烹饪了被绑架的女孩。和颜善目的凶手疯狂的自虐，将29根钢针留在自己体内，是怎样的动机让他一生杀害并烹饪了上百名儿童？甚至在执行死刑时，凶手满心欢喜地坐上电椅，还主动把电极固定在自己的腿上。下面就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28年5月27日，深入了解格雷斯·巴德绑架案。案件发生在美国曼哈顿切尔西区。切尔西，它属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区，坐落于曼哈顿岛的西侧。切尔西大约位于第36街或第34街以南，第14街以北，第5大道或第6大道以西，哈德逊河以东。切尔西创建于19世纪，起初作为纽约的城郊居民区。随着纽约城市的工业化，切尔西逐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社区。1990年之后，切尔西吸引了许多艺术家，成为了纽约的艺术中心之一。格雷斯的父亲巴德职业是门卫，这份工作的收入非常的微薄，不足以照顾整个家庭。家庭成员有他的妻子迪利亚，儿子18岁的爱德华，女儿格雷斯和比崔斯。虽然家庭贫困，但一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孩子也都非常的懂事。爱德华为了补贴家用，在1928年5月27日的《纽约市县电讯报》上刊登了一则求职广告。他的广告上写着：一个18岁的年轻人希望在这个国家获得一份工作，后面跟着他的名字和地址。当天下午，一个自称弗兰克·霍华德的人敲响了巴德位于曼哈顿切尔西区的家门。他穿着体面，并介绍自己是来自长岛的农场主。他愿意在下周出差回来以后，请一位年轻工人到自己的农场干活，并愿为此每周支付$15作为报酬。听到这个消息，这家人几乎不敢相信爱德华的好运来得这么快，于是赶紧把霍华德先生请进屋。在听到霍华德对农场的描述后，爱德华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农场的工作，并承诺下周会带着他的朋友威廉一起去农场。霍华德强调他有足够的工作给到2个年轻人。6月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霍华德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返回，他还向巴德发送了一封道歉的电报，表示会在周一到达。因为霍华德的举止给巴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巴德热情地在电报中邀请霍华德周一留下来吃午饭。时间很快来到周一，霍华德如约而至，他就像来访的祖父一样，给孩子们分发食物和钱。他把其中2张支票交给了爱德华和威廉。饭后，他说之后有约会，承诺当晚回来接2个男孩，并带他们到自己的农场。随后，他告诉巴德，他想带大女儿格雷斯去参加他已婚妹妹在哥伦布大道137号的家里的一个儿童派对。巴德欣然同意。出门的时候，格雷斯穿着她早上去教堂时的纯白色连衣裙，开心地握着霍华德的手，一起沿着街道步行离开了家。巴德向自己的小女孩挥手告别，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格雷斯。当天晚上，霍华德和格雷斯并没有回来。巴德夫妇很担心，但考虑到霍华德之前礼貌而友好的举止，他们努力说服自己，一定是孩子玩得太晚了。
于是在霍华德的妹妹家那儿过夜了。次日，家门仍然没有被敲响。焦急的巴德决定按昨天给的地址去寻找女儿。然而，他这才发现，霍华德所说的妹妹家根本不存在。哥伦布大道最多只有109号。这时，他才反应大事不好，马上奔向最近的警局。在那里，他被转到失踪人员科，并被最终带到了资深侦探威廉金的办公室。听完巴德的描述，侦探们开始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长岛官方登记里并没有弗兰克·霍华德，更别说农场。这也意味着关于绑架者真实身份和线索都断了。这名男子把自己的痕迹清理得一干二净，包括通过投诉银行弄错地址，申请拿走了自己的支票。侦探威廉金只能费尽心力寻找支票的副本，这是巴德与绑架者唯一的联系了。3名邮政员花了超过15个小时，与金一起查看了数以万计的副本，最终找到了绑架者发来的副本。副本显示是从东哈莱姆区的某一个办公室发送的。警察首先考虑搜查那儿的每一个办公室，但基于人手不足，被迫放弃。然后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绑架者为巴德夫人买的一小桶奶酪和一盒草莓。他说过，这些食物是他的农场生产的。调查人员搜遍了东哈莱姆地区，直到他们找到了绑架者买奶酪的食品店。他们还找到了卖给他草莓的街头小贩。这位小贩详细地描述了这名男子，但记不起关于他的其他重要事情了。这条线索也就随之断了。格雷斯的失踪受到了纽约市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当格雷斯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时，愤怒和惊慌的公众发来了数百条线索，数千份寻人启事被打印并发送给美国和加拿大的警察部门，但依然一无所获。在格雷斯失踪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失去了希望，包括最敬业的调查员。除了侦探威廉金，仍然在追寻着似有似无的线索。威廉金是纽约执法界的传奇人物，他是唯一一个从未放弃希望的调查员。每天他都会想到格雷斯和他悲伤的父母，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在了这个案子上，他从没有落下任何一条线索，就算最后一无所获。在漫长的6年时间中，威廉金费尽心力找到了2位极有可能是绑架者的嫌犯，但一位在格雷斯被绑架时是被关在了西雅图监狱，所以有不在场证明；另一位被匿名举报绑架了格雷斯，但在法庭上由巴德夫人确认不是他，其实是他的妻子为了惩罚他而恶意举报的。2次以为接近真相，但都前功尽弃以后，威廉金也快坚持不住了。与此同时，一名白发老人在纽约被捕，并被指控通过邮件发送淫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信件。这些信件署名费什，他假装是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在信中，他承诺将向能为他提供虐待服务的女性提供一大笔钱。被捕后，他被关押在贝尔维尤的精神病医院进行为期10天的观察。在那里，费什声称，尽管他的朋友称呼他为阿尔伯特，但他的真名是阿尔伯特·费什。他是著名的纽约名门望族的亲戚。4年后，因谋杀格雷斯而被捕时，他会再次讲述同样的故事。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就因为他生在一个著名的家族里。1930年冬，费什在贝尔维尤停留了近30天。他彬彬有礼，乐于合作。医生认为他很理智，尽管他们把性问题归因于他年龄增长导致的痴呆症。
他被认为是无害的。从医院出院以后，由他的女儿安娜监护。尽管金一直在努力调查，但格雷斯似乎永远地消失了。终于在1934年11月11日，在他被绑架6年后，巴德夫人收到了一封未签名的署名信。这封信声称是约翰·戴维斯上尉的朋友。信里描述着，戴维斯船长是一名航海家，在远东的一次饥荒中，他在一次中国旅行时对儿童的肉产生了无法忽略的欲望。这封信随后生动地描述了戴维斯船长在回到纽约后如何绑架和谋杀了2个小男孩，煮了他们并吃了他们的肉。在从戴维斯那里得知孩子们的肉是善良且温柔的以后，这位精神错乱的写信人决定亲自尝试。他去了巴德家吃午饭，并把 Grace 带走了。信中详细说明他如何将 Grace 带到纽约威彻斯特的一所空屋子里。他让 Grace 在花园里摘花，而他赤身裸体。他把 Grace 叫进屋里。当 Grace 看到那灰白的赤身裸体的老人时， Grace 开始尖叫。他写道 ：“Grace 试图逃跑，但他抓住了 Grace， 剥光了她的衣服，然后掐死了她。随后，他肢解了她的身体，切成了小块，并用它做了菜。”寄信人在这封信里详细地描述了 Grace 是如何被杀害和被切割的，但却偏执地向巴德夫人保证，她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她死为处女。调查人员随即开始对信件展开调查，调查再次由金侦探领导。为了能继续处理格雷斯绑架案，他2年前推迟了退休。金立即发现这封信的笔迹和霍华德是一样的，写信人就是那个霍华德。金在信上用了显微镜发现 NYPCBA 这几个字母。很快他们发现这些字母代表总部位于列克星敦大道627号的纽约私人司机慈善协会。该协会很高兴向金侦探开放了档案。他花了几个小时查看他们的400名员工的背景和笔记，但让人失望的是，笔记竟没有一个人是符合的。他觉得是有人偷偷带走了公司的信件，于是立即召集了所有的员工，严厉地询问他们，并为盗窃信纸提供了豁免权，只要能得到线索，抓住那个儿童虐待杀人狂。之后，金回到办公室，希望刚才的对话能有人来提供线索。几分钟后，有一个叫西科夫斯基的司机敲了敲门。他告诉金侦探，他有把协会的所有物悄悄带回家的习惯，并解释说，他把一些未使用的信纸和信封留在了他在列克星敦622号的一个房间里。金随后敦促司机想想有没有放在其他什么地方。司机随后回忆说，他还在东52街200号的一家廉价寄宿公寓里待了一段时间，他可能把一些留在了那里。警方在这儿依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正是在这里，调查人员迎来了谁也没想到的奇迹。女房东表示，司机的旧房间最近被一个符合霍华德描述的人租下了，但是他的真实名字叫做阿尔伯特·费什。仔细检查房间登记簿上的签名，他确认笔迹与写信人的笔迹相同。然而，费什最近退房了，但他儿子每个月都会向这里寄一张支票。知道这个消息，金在楼梯顶部租了一个房间，这样他可以看到入口以及楼上楼下的走廊。3天后，在1934年12月13日的早晨，金去车站提交一些文件，忽然接到了来自女房东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说，费什回来了。金风雷一般赶回房子，看到女房东在门口迎接他，并告知费什半小时前就到了。为了能等到金回来，
女房东以还有一些房子手续需要费时办理为由，给他倒了杯茶，并邀请他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为了安全，金手持左轮手枪走进了费时所在的办公室。他发现是一个长相无害的白发老人，留着粗糙的胡子和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他正悠闲地喝着茶，金立即表示了自己是侦探，费时也没有什么隐瞒。于是金让费时跟他一起去警察总部。这时，这个无害的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直剃刀，冲向金。金感到震撼。然而，费时不是这个身材结实的军官的对手。金抓住他的手腕，夺过了直剃刀，并迅速给老人戴上手铐，并搜遍了他的口袋。令大家惊奇的是，费时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锋利的刀。然后他让费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看着他那张枯萎的脸，金说：“我终于抓住你了。”至此，这场跨越6年的追捕终于结束了。恶魔终被绳之以法。凶手阿尔伯特·费时到底对 Grace 做了什么惨无人道的事情？最终，费时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又是什么让费时成为了一个变态连环杀手？因为时间有限，我将在下集为你们娓娓道来。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帮忙给个3连支持一下。你动动手指，就是对我的莫大鼓励。关注我，带你看清黑暗中的双手，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我是 Loki，我们下期再见。